画远处的石头的时候，其实都很快了。我们争取在，就不说其他的了，动手吧。好，在这个树的这个柳树，大概是吧，树梢的位置，我们来给它加一块它的一个细密的形态。如果你画的这个墨有点重，吸一下，是吧？它因为是熟宣嘛。好，从上往下，然后再从这一侧画一块像一个正方形、正方体的一块石头，对不对？然后再从下往上，稍微的来点淡墨啊，稍微的来点淡墨，再给它衔接。好，用淡墨是吧？微微的再来暗示一下我们的浅滩，暗示一下浅滩或者说水流的纹路。好，然后我们呢稍微来点重墨，稍微的来点重墨，把边角是吧？地方强调，然后加上一丢丢胎点，丰富起来。好好养嗓子，对吧？会的啊。1号链接不是基础教程啊，里边包含了给大家更新的，包含了这个基础技法教程。那个不需要你去单独购买了，那个是你购课之后，它就会自动的放到你的回放里边。拉到最后边有一个基础技法教程的单元，新手必看，记住了啊，新手必看。好，我们把这个远处是吧，用淡墨来来个我们的白云笔是吧？用淡墨往后面去给它由下向上给它过渡开。这个时候远处的山，你看不需要你怎么去画了，这是此岸对吧？我们刚刚画的前方此岸，远处为彼岸。远处在画的时候，你看我们已经就不需要你去塑造什么形态了，不需要去找什么结构了，用淡墨去概括出它的那个轮廓就可以了，理解了吗？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画上方。我呢，其他都还好，真的，就是嗓子疼啊。哎呀，好，我们再来画它旁边，不是还有一个山坡吗？这个山坡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墨色勾勒的轮廓，它都不会特别的跳跃，大约位于横着的中心线是吧？以下
大约一个颜料管左右的高度吧，横着中线以下，比我们这个柳树的树梢啊还要低一点点，对不对？好，它至少不能跟左边一样高了，看起来有点诡异，对不对？有一点点太过于呆板。好，然后我们比如说从右下角，好，起这么一个斜坡，水分控制啊，比例的水分呢太大了，它显得这个线条不够有劲儿。好，从上往下，好，大概带了这么一笔，然后再来。好，我们把这个山峰的前后交叠的关系是吧？区分开，左侧它还有比较清晰的笔触，你看右边是吧？我就直接用快阔的这种笔，给它概括出来就行了。轮廓线相对重一点点。好，记住这个山顶它是要逐渐，好，也要用淡墨往下去，歪着了看不清吧？好，然后再从这一侧。稍微的用淡墨啊，给它擦着过渡，擦着过渡就行。是吧？山顶让它微微的重一点，皴完了比较明显的笔触，你看亮的地方，我们用淡墨是不是给它衔接下来，统筹到里边？当然尽量等这个皴的干一点的时候，你再去擦比较好。好，右下角这块儿，右下角这一块儿是吧？这种不经意的小笔触，嘿，看似很简略，对吧？画起来不好把握哟。稍微的注意就好。我们要等它干一点，也是要等它干一点之后才能去染。好，然后我们再来，是吧？再来从左边走。那干了之后，我们才能在上面去进一步的去点胎点。现在点它可能显得效果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的好。好，这是底部这一块儿，这得再来点淡墨，对吧？把这个它的这个轮廓，是吧？这个轮廓从上往下，这样擦的感觉带一带。然后这种白云浮动是吧？晨间的雾气浮动怎么去体现的？它不就是相互衬托出来的吗？是吧？对，我现在都不出门，都不出门了。好，在边角，然后我们再给它点上一些，稍微来一点态点吧。还不来一点，感觉光秃秃的不太得劲儿。好，像我们今天画的应该是比较慢了啊，不知道大家伙跟的如何？跟的如何啊？今天我们这个画呢，大家就不用提交作业了，提交我也没法给他点。来，我们呢再从这个包括岩石的左侧边缘，对吧？左侧边缘，你可以自己适当的去添加一点态点，节奏加点是吧？好嘞，好嘞，好，后面我们要开始画远山了啊。来画咱们的远山，在咱们横着的中心线上，啊，在这块儿
斜坡大概横着中心线以上，一个颜料管的高度吧，一个颜料管的高度，在竖着中心线靠右，对不对？大约竖着中心线右侧大约3指左右，3指左右这个高度，就它最高的点，跟得很好，那就行。好，依然是用我们淡一点的墨色啊，来一个干净的笔啊，来个干净的碟子，加点调和淡一点的墨，是吧？水分要适中，水分要适中。然后从这个位置上，比如说从上把这个眼屎勾勒出来。好，边角是吧？这一块它需要平整一点的墨色，我们就给它加出来。但是墨色都不重，是吧？好，然后我们再来画它前方，前方有1层、2层，这个就比较偏三角了啊。我们一般来讲，在这个画面当中，经常会处理一些颜色的造型呢，偏这个三角的这种形态。让这个画看起来更加的这个叫什么？稳定。这个脑子现在也变慢了哈。好，再从上往下，你看我们把这一侧的山石啊，大概山峰的造型嘛，从顶部再往下啊，转折的地方你可以适当的复下笔，墨色并不会特别跳跃。把这个轮廓线勾勒出来一会儿呢，再加胎点就可以了。小侧锋很喜欢是吧？好，寥寥不经意是吧？几笔啊，嘿，它意趣到了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去浓墨重彩的去添加。有的小伙伴说不太喜欢这个画家的画是吧？啊，他画的太具象了，没有文人气儿。这个呢，我觉得哈，绘画这个的不同的格调，或者说不同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它都有我们值得去观赏和揣摩的地方。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一个美术的巨匠啊，都有它可取的地方。如果我们之前说那句话啊，不管是它多高级，还是说我们所谓的低俗一点，如果我们都能在当中啊体会到这种绘画的这种过程的愉悦，或同时也能尊重我们自己直观的这种审美，是吧？那么我们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绘画的一种愉悦的过程，我觉得那就很好了啊，不用太过于一味的追求，比如说那种多么高古啊，多么这个苍劲的老练的文人的这种追求，是吧？意气风发的感觉。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讲，那种画儿欣赏起来是挺好，画起来不见得，是不是？那些画儿你一画，大部分就不一定能够画出效果来。像我们现在的画儿，都是有个过程，就像你小的时候你学，比如说1+1=2，对不对？你后来到了大学，你可能学的东西是那个数字都不一定有了，但是你还是在学数学。你需要建构最基础的东西之后，才能慢慢的去跳脱出来，去否定以前的一些基础，对吧？好，我们也期待带大家分享一些更多的东西，只不过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用一点淡墨。上方有比较清晰的笔触，而下方，对吧？那我们就是要用平整一点的了，平整一点的。云雾，有小伙伴会问，哎，老师你怎么画的？看好了啊，云雾其实我们都不会画。看云雾我们画了吗？云雾
没有画。俗的从来都不是画，是吧？这个都要看人呢。我们呢不会因为比如说这种高级就去否定这种低级，也不会因为比如说这种低级就去否定高级啊，要有一种包容的这种视觉的或者说审美的观念去看待这些繁复的这种，尤其是偏个性、偏主观的这种艺术的创作，是吧？他的个性是很强的，每一个画家基本都是，只不过他大体的风格啊，有的可能大同小异，有的呢可能更加的独树一帜，对吧？好，但我们也不能，反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仰望云端，脚踏实地。哎呀，再来点水笔，底部，哎，这个纸真是气人，没有过渡的太好，再来点然后再从它左边来点淡墨。至少我们现在画这些画，它都是具有一定的观赏性的，对不对？我相信每一个小伙伴，你都不管你学多久了，你都能够在这些画当中得到它相应的视觉的反馈。这是最尊重我们最原始的这种审美的一种反馈吧。不可能说我们说因为某一种概念或者某一个观点思想它高深，我们就觉得其他都不行了，是吧？好，慢慢来，以后各种各样的风格的，大小写意的，我们呢可以慢慢的给它拓展，是吧？抽象一点的，具象一点的，色彩丰富一点的，是吧？偏工细，偏这种精致，我们呢都会慢慢的画到尺幅的不同等等。好，在这种山顶上方再加一加。这是画的我们横着中间线以上的这个石头了石头了。用生宣会不会更好一点？就你要是比如说仅仅画这点云雾的话，它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又要体现这种前方柳条或者墨色的这种丰富，那肯定还是要用手宣好一些。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画远处的最高的那个山峰了是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赏去观赏。好，我们呢把这个淡墨依然是用淡墨然后稍微水分呢就是浅一点我们推远，稍微推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画面的整体。我呢带大家把我们顶部的这个山峰给它勾勒出来，然后差不多我们就可以着色就可以着色了。哎呀呀呀呀！大概顶部往下一个手机的距离手机距离又太大，还是一个颜料管的距离吧。从上往下，大约一个多颜料管的距离，是吧？一个颜料管多一些的距离，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山峰最高的点。是的，不同的画，每一幅画它都有不同的这种意趣。
所有的艺术创作呢，很多时候都是在张扬一种我自我的一种表达的意识，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适当的回归一下最原始的它这种视觉的呈现，对吧？对于我们很多小伙伴来讲，画画它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对不对？我们不是在天天琢磨一些概念。好，再从右侧走，都淡墨啊，淡墨去勾勒。好，好，从上往下，离我们纸张的底部的，就刚刚画的这个上方的这块石头，是吧？还有一点点距离的哈，还有大概一个颜料管的距离，但是我们还没有画完。然后在它旁边，对吧？比如说后方的那个岩石，然后我们可以再交叠一层下来，再接一块，接几根线条。好，交叠的位置是吧？稍微的擦一擦，然后呢前方，皴一皴，皴一皴。稍微的带了一点交叠的结构关系吧，是吧？可以这么去理解。好，然后边角我们先不去给它过多的去塑造，不用过多的去塑造啊。这块我们感觉皴的有点过，对吧？好，细细，吸一下就行。啊，在它边角再来叠加一层。这个山峰啊，它是壁立千仞的一种陡峭的，是吧？陡峭的感觉，来造型的特点，你要把握住。好，在这里边对吧？你可以稍微的皴几笔，稍微的皴几笔，啊，边角略做区分，略做区分，然后再往后方走。润喉糖必备是吧？好，是的，是博云啊！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一朵云，来到博云的直播间啊！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以后直播呢可以更好的、直观的提醒大家。我们主要都在上午啊，主要都在上午直播，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成为咱们的团宠，在我们的群内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每一次直播提前一天呢给大家预告，好吧？当我们画的这个画的作品，我们也会把它放到咱们的回放的课程里面，同时赠送大家的基础的技法教程。在这段时间，我们还赠送，后边就不赠送了啊。后边我们都要进行重新更新了。好，大概开始要越过我们这个纵向的这个竖着的中心线了，对不对？好，岩石的这个造型，把压住哈，不要让这个纸张跑。还是确实该画上面啊。好，啊，这是远处的山峰，虚淡的淡墨哈，虚淡，非常的浅淡。然后从它的边角这一侧，我们把这个山峰倾斜的一个斜坡造型给它勾勒出来。在它旁边，一会儿我们要画一轮明月啊，这个月亮其实是衬托出来的，没有这么去刻画。晓风残月的一种晨间景象，还有一轮月亮在天空上。好，
顶部，来给它皴擦一下。皴出来了。好，淡墨，用一点淡墨把这个，你看这部分，在它们交叠的地方，包括这个岩石底部的地方，我们都要用淡墨给它隐约下去，对，隐约下去。先给它这样去擦就可以了。卡住了吗？卡住了吗？还能听到我说话不？没有是吧？好嘞，好嘞，好嘞。好，边角稍微的用咱们背面来衬托更好一些，老是沾上墨。好，我们用淡墨来把它的暗部给它统筹起来，暗部统筹，是，然后我们用淡墨右侧部分。再来把底部是吧？云雾它会有一点点体现，我再往上拽一拽，该平整的地方就平整下去，然后把我们这个，比如说需要留白或者衬托出来的地方，就边角、棱角给带出来。好，岩石的底部。好，然后我们再来给它往左边走，左边我们要画一个小的，也是一个山峰，都是很淡很淡的，很淡很淡的。好，山底上方自己可以再去叠加一些小的笔触，然后在它左侧，我们依然是用这种淡墨，对吧？把它的轮廓大概勾勒出来。左侧勾勒的这个山石的，这个高的地方大约跟这个右侧差不多，右侧这块的石头啊，中间还间隔一点距离，上边宽一些，下边窄一点点，是不是？好，然后我们开始给它勾勒出来。好，给它加一加。好，这个斜坡，它勾勒出来之后，中间它还可以有
这个中间它会有一个棱角，是吧？左边呢，它要稍微的重一点儿。这上面的小的细节倒不好描述，是吧？就是一些长短、宽窄的叠加的小线条。当然，你在皴的时候要注意到它体块的这种墨色的变化，不能让它显得呢太过于这个跳脱。好，淡墨往下，把底部都给它衔接起来。这个时候，整个画面呢，它在这种暗暗的调子，就显得是吧更像黎明的，有一点还没有完全明朗透彻的感觉。好，但上面还要点很多的胎点，还有很多的胎点。芜湖翻的我们还没有画到，像上次有小伙伴说画芜湖翻呢，这个画儿，他的画儿柳树有很多，对吧？来，我们把这个山顶远山的造型。感觉特别灵活。是的，你只要熟悉了，是吧？你可以拿住笔的这个，比如说它的顶部都可以的。你要是不熟悉，是吧？拿到哪个位置呢？可能都不是特别趁手。这是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啊，要用干净的水去给它过渡哈，最好。而且你的纸最好是不要容易漏繁的那种。好，左边山峰平整一点。一轮明月后方。要加点这种远处的造型啊，方块的，它可能被我们的这个高度的几何概括化了。同一支笔怎么做到淡墨浓墨之间的切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用那个用它的这个力度大小、深浅的不同、速度的快慢，速度快它肯定就淡嘛，而是速度慢一点，你看这个它就可以墨色更加的饱满。然后再往它左边是吧？
处理一个小的造型。大家是不是饿了？啊，饿了的话可以边吃边看，可以边吃边看啊。好，那我们稍微的耽误一点时间，待会儿把这个给画完。好，顶部基本上需要处理的地方是到这儿，然后等它干一点，我们再加上胎点，对比关系会更明确。我们来看看画面的底部，是吧？需要截图的可以截一下。需要截图的啊，可以呢截一截。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做到整体的一种调整和染色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用简单的颜色来染一染吧。它上面没有怎么干，我们大体把效果是那个染出来的。好，墨碟我们就放到一边去了，我们先用赭石色，这张画用的颜色很少，赭石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石绿的这个颜色，石绿。我们用的是这个玛丽的24色的当中的这个颜色石绿呢是非常常用的，然后可以准备一点点头绿，我们来染这个上方。好，有边画的，大家可以截图。好，这是底部这块，先把底部的截了，一会儿画到上方，再让大家截上方的。截好了敲6，好吧？截好了敲6，敲个666，鼓励一下自己。水波纹咱们最后再来。然后我们现在用干净的一支小白云，是吧？中白云、小白云都可以。好，淡淡的赭石色。好，截了图的小伙伴可以在群内和大家相互的分享一下。在这个石头的底部或偏暗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用赭石色，对吧？给它稍微的走一遍，打个底啊，很快就出效果了啊！好嘞，好，当然我们的课程啊，如果说有小伙伴没有完全跟上，你可以呢再回过头来，根据咱们提供的课程的案例图以及我们的回放来练习，好吗？那么可以灵活的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有的小伙伴确实因为上班工作啊，时间不太方便，是吧？来看个课都是摸鱼，是吧？都是小心翼翼的来的。那么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回放是永久的权限，不受时间、不受地点的约束，是不是？哪里不会点哪里呀。好，我们把这个小船儿啊给它点染出来。好，然后稍微的再用一点点淡墨，把咱们的树干是不是也要染出来？用赭石。如果你没有画完，你就不要着急着色。好，记住了，没有画完的小伙伴，墨色还没有画完，那就不要着急染色了，因为你染了那个效果可能就是为了赶画面，那就没有必要了。我们不是为了画完一张画是吧而画，是在这个画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所感受和收获。不要为了急急忙忙的赶，很多小伙伴呢画的很多，但是每张画的问题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去细琢磨一下每次画到的作品。是的，不是为了速度啊。有小伙伴看到啊，老师都快画完了，我还没有跟上，是吧？着急了啊，一着急，而且可能出问题。之前画了那么久，然后最后，染色这块就出问题了，就不太方便。
好，再来咱们的这个石绿。好，用一支干净，我们用一支干净的笔，把这个笔呢洗干净，白云笔啊。好，用咱们的石绿的颜色加一点儿这个赭石。好，顶部可以用咱们相对浓厚一点的颜色，相对，但是记住这个颜色一定是要调和开的，不要用咱们固体块的颜色在上面。现在我用的这个颜色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怎么这么的跳跃，是吧？这个你都可以，比如说加点赭石色，给它微微的再调和一下，你把它的纯度降低，这个颜色，这个时候颜色看起来，它是不是就变得暗沉了？先给它染一遍，然后等它干一点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去强调它的颜色的浓淡层次，啊，那样的话更好区分一点。还有几分钟，咱们就可以把它画完。然后顶部，顶部我们把这个岩石从上往下的晕染衔接过渡，浓淡的关系一定要衔接好。然后在这个像咱们这个远处的这个山峰啊，远处的这个山峰，我们里边在这个赭石加的这个石绿的颜色里边，再加点淡墨在里边，是吧？远山含黛，晨间晦明的这种景象，不用让它特别的明显，它染的就比较就没有那么重啊，就没有那么亮。当然，这个干了之后，我们都还要去给它去加太点，去强调重墨，对不对？好，包括底部，然后我们用一点点这个水笔是吧，把它边缘给它晕染开，水笔哦，干净的水笔，给它衔接开，对吧？啊，衔接自然了，它就有这种云雾的空蒙感了。然后再来往上，顶部是吧？依然是我们使用同一种颜色嘛，同一种颜色，它只不过山顶这块儿感觉稍微的加了点赭石，它是用赭石咬合了一遍，是吧？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完完全全的去加这个赭石色，我们尽量让这个画看起来有一点有一点赭石的感觉就可以了。当然水不用让它太大，这个汤的汁儿在上面了，就容易一个是漏烦，再一个呢就是容易破坏画面，好，自己把控一下哈。好，用一点点清水，
用点清水把咱的这个边缘的地方稍微的带一带，稍微的带一带。远处呢可能也没有干透，对吧？远处可能也没有干透。好，需要截图的可以截一截啊。然后当然我们还没有点胎点，加上一点胎点。人家那是月亮啊，月亮。一会儿我们把月亮给它加上。月亮不用你去加，你就是通过染出来的，就衬托染出来。好，我们在它这个斜坡上方啊，我们可以点好多好多的点，让它显得细致又茂密，像这个原生上面的一些杂草啊之类的，微微的先加上一点儿，完全不加，看起来它又比较平了，对吧？好，今天画的太墨迹了哈。好，累了呢就先干饭。好，再往右侧的边缘走。为什么是圆月不是残月吗？这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叫什么？月圆是画，月缺是诗。缺这种残缺的月啊，就是诗文里边表现，我们画里边表现，就喜欢表现圆月。好，然后稍微的在边角加一加。左侧，因为用的颜色咱们用的很淡嘛，用的很淡，所以需要用点儿。你看现在可以截图了，现在的应该衬托的效果会好一点，会好一点。因为是宣纸，所以下面垫了个卡纸，不然让它看起来脏兮兮的。好，我们接下来要截好了，敲666。截好了吗？好，中间其实也需要再加，但是我们要染色，染了色之后它可能就看不太清了，好，我们要用更淡的这种赭石加的石绿的颜色，对吧？好，去染这种山顶，它纯度也不高，然后呢，而且颜色还不厚。好，让这种赭石的效果还可以更强一点。其实这些画是吧？你一看那颜色，有的时候我都感觉是画家随手调的，是吧？他都感觉像这种画就没有用的那么的厚重的颜色，非常的浅淡。好，大家伙画累了是不是？啊，以后可以根据咱们的回放画的话，自己呢可以想暂停就暂停，想呢快点儿是吧就快点儿。啊，哪里不会你就自己点哪里就行了。那当然跟直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速度我们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可能慢一点，有的呢可能技法自己熟悉一点，有的呢可能不是那么熟悉，这都很正常。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好，左上角
好，就加到这儿，然后底部依然来点淡墨，用清水啊把它衔接开，好，你如果我们今天想画一个小的月亮的话，是吧？晓风残月，来用点淡淡的，这个纸没干哈，没有干，咱们得悠着点儿。在这山头这块儿，好，我们用清水笔，对吧？笔锋聚一聚，周边给它过渡一下，多一点水分刮一刮，把外边缘给它融下去。就是相互衬托出来的，但不会特别的跳跃。你要是觉得重了，咱们就整体的给它擦一遍，好，让它就可以了。哎呦，天呐，大家伙居然跟到现在，还有人在听哈，不容易啊，不容易。好，咱们这种晓风残月上方这块儿，点这个什么，跟上，如果说也染出来了，来敲个数字1。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方走，让它结中间部分。不是，我可能这个确实跟习惯了吧，画大画小，我也就好像这个速度也就是这个样子。我在后边给它叠一个大点的卡纸，这样的话让它平整一点点哈。这个湿了之后，这个纸的就，哎呀，就褶巴巴的，就不太好看。卡纸呢会相对的方便展示一点。好，刚刚我们结了上半部分，哎呦，给灯坏了。好，这是中间部分吧？中间部分结好了，敲个1。啊，大家伙儿都辛苦了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往下方走，下方刚刚应该有人都截到了，谢谢大家伙儿的点赞。然后我们呢再往下边一点一点的给大家挪着看，但水面我们没有怎么处理，推远一点。好，大致的效果是有了，当然，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叶片，像我们画的这个柳叶儿，它里边我们都还可以进一步的去染，对不对？大家应该都清楚，把这个叶片染的相对平整一点，那这个就可以自己课后再去进一步的丰富了。但是过渡一定要自然，好，然后我们再往上拽一拽。有经验的小伙伴是吧？画到哪儿他就自己就截图了，啊，截图了，来推远。好啊，这个纸呢它有点皱吧啊。好嘞，这就是今天我们带大家画的这张作品《晓风残月》的这个立轴的
长条的形式的。树叶它的染色是被旁边的这种岩石的晕染给它覆盖，给它带上的。它自己本来没有树本来没有染什么色，树本来没有染色，而是旁边染这种岩石的时候啊，会把它兼带着，是吧？染上一点儿啊，包括左右两侧都是一样。然后在这种树叶后方啊，它有些空蒙的留白，其实也是因为跟这个衔接这个云雾嘛，衔接这个云雾。下方的水纹，我们来两笔吧。我们刚刚说到很有特色，对吧？但是又没有画，大家伙可能好着急的就赶紧去吃饭啊，如果不着急的，你就来看一看吧，来看一看。好，当然最后给大家再强调一遍啊，马上呢大家肯定就吃饭去了，咱们的这个视频的回放是吧？永久的观看权限在屏幕上方已经给大家展示出来了。我们只有现在还给大家赠送基础的记法教程，给大家系统的讲述法、点法，是吧？还有咱们的这皴法，包括一些点景的，像渔樵耕读、渔夫，包括房屋、亭塔楼阁、云水瀑布等内容。那我们以后呢就不赠送那个了，让我们零基础的小伙伴呢也能跟得上。不管你基础扎实与否，你只要听了基础技法，那么再跟后面的课会更方便一些。好，那接下来我们呢继续把这个水波纹微微的带一带哈，微微的带一带。这是很有特色的，因为它的用笔非常的连贯，就像那个谁，我们刚刚不是说的吗？溥心畬是吧？他是爱新觉罗氏，爱新觉罗的后人，来推进推进。然后这种交叠的是吧？这种笔触去画这种水面上的波纹，但墨色不要太过于跳跃啊，因为溥心畬的画就喜欢大量重复的去使用一些笔触。他们之间呢都是亦师亦友啊，一生之间交流还是蛮多的，蛮多的。有这样画过水波纹吗？以前没有是吧？好，今天可以一起来感受感受。嘿，那有的小伙伴说，老师到底怎么画？好，我们说重复的叠加，适当的有一些波折，适当有些波折，兼顾整体的一种疏密感。好，然后再往左边。好，下午应该是2点半吧，咱燕贝老师开播了啊，他终于康复了。下午呢，如果大家伙儿不着急的，时间方便的，也可以去看看他的花花世界。好，这个画水波纹是不是很快？如何让纸张办的平整？你要拿到装裱店去，拿到装裱店去，他给你拖一个复倍纸啊。好，在这个小船的后方是吧？稍微的皴擦一点。其实在它远处，在远处它也是，你看用这种长线条啊，这种交叠，一层层的去画这种水波纹，我觉得还是蛮有味道的。好，然后当然线条不能太粗哈，比如说来点淡墨，给它过度的擦一擦，从左往右，从左往右。
稍微的来一点点弹幕。OK， 好，感觉如果说颜色有点重，是吧？稍微用点水笔，哎，你看，滋润一下，它不就和谐了吗？它不就和谐了吗？好，我们一刚开始呢，一般就会比较慢，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了，画不快了呢。好，下次我们搞利落一点。好，这是我们呢所绘制的这张案例图。大家如果画好了，可以再在前方干了的地方再去强调一些重的地方颜色，用投绿的方式去强调，好不好？水纹有什么规律？你先去观察一下咱们那个案例，好吧？观察一下案例，下次我们给大家再讲一讲。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呢，就先到这儿了，需要以后系统的、认真的来学的小伙伴，以后可以去考虑我们的回放的课程，当然还赠送大家系统的基础技法，还有历代名家临摹，我们正在陆续的更新当中，永久的观看权限。看不到太阳的效果，人家是月亮，好吧？今天呢就不多说了啊，因为大家都清楚，是吧？好了，我们给大家放点音乐吧，这首音乐听完大家就可以下播了。感谢这么多小伙伴一直热心的在这儿都没有走呢。好了，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下节课再见，好不好？拜拜。